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个劲爆的话题：人民币汇率。这不，刚过完新年，人民币就给中国人送来一份大礼。2025年1月2日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最低跌到 7.3447， 创下近17年新低。而在2024年12月18日，人民币就已经突破 7.3194 这个重要关口。这可是自2007年1月11日以来首次发生的事情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202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从年初的 7.1665 一路狂泻到年底的 7.3433， 跌了整整1768个基点，贬值幅度高达 2.49%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大秘密：中国的经济正在加速滑坡。为什么说 7.3 是个标志性事件呢？在正常情况下，人民币的第一道防线是在 7.25 到 7.35 这个区间。现在这道防线已经被突破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已经扛不住内外压力的夹击了。这就跟人发烧一样，38度是第一道警戒线，现在都破38度了，病情肯定不轻啊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人民币这么惨？我给大家捋一捋。第一，中国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，政策朝令夕改，市场一会儿紧一会儿松，央妈天天开着印钞机突，搞得市场人心惶惶。第二，美元这个老大哥太强势了。美联储加息周期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利率维持在高位，全球资金都在往美国跑，新兴市场货币能不贬值吗？第三，资本正在用脚投票。看看统计数据，2024年11月，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金外逃。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，外资正以每月约400亿元的速度在撤离中国债市。这些大鳄们难道是瞎子吗？他们当然看得清楚中国经济的走向。第四，更刺激的还在后头。川普马上要上台了，他放话要对中国商品加征 60% 的关税。这消息一出来，资本市场更慌了，都在加速往外撤资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再跑个1-2个月，人民币破 7.4 都是小意思。讲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中国的央妈最近老在汇率市场上搅局。1月3号那天，国有银行突然在 7.3 附近疯狂抛售美元，想稳住汇率。结果呢，反而刺激了更多投资者往下砸，最后央妈只能在 7.31 附近重新入场救市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个人总在往水里扔石头，结果把水位越扔越低。中国的央妈现在就像这个扔石头的人，越是想稳住汇率，市场越是不买账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都说了，到2025年底，人民币对美元很可能贬到 7.6， 而到2026年 7.75 都不是终点。更激进的观点认为，如果美国真的加征 20% 到 30% 的额外关税，理论上人民币甚至可能贬到 8.5 到 9.1。 专家们说这些还算保守的。有专家直接给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数字，如果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，1美元可能要兑换20到30元人民币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北京是绝对不会允许发生的。他们宁可把外汇管制搞得更严，也不敢放开让老百姓自由兑换。说到中国经济的问题，咱们不得不提房地产市场这个定时炸弹。华尔街日报1月1号的报道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，自从2021年房地产市场崩盘以来，中国家庭总资产已经蒸发了18万亿美元。大家知道18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吗？这比整个中国股市的市值还大，相当于2024年中国全年的 GDP。 更夸张的是，它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民众损失的17万亿美元还要多。说白了，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比当年雷曼兄弟爆雷时的美国还要惨。但有意思的是，
中国的领导人似乎对这种情况一点都不着急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当有人向最高领导人汇报通缩问题时，他竟然反问：通缩有什么不好？大家不都喜欢物价便宜吗？听到这种话，我只能说，这经济水平连小学生都不如啊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，市场经济就像一片森林，政府就是森林管理员，应该少干预，让市场自己生长。但中国的领导人呢？他把自己当成了森林的主人，恨不得给每棵树都贴上标签，哪棵树该长多高，哪棵树该往哪个方向长，都要管得死死的。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根本不是经济发展，而是政权是否安全，整体利益是否受到照顾。这不就是在说，我不在乎森林长得好不好，我只关心这片林子是不是还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再看看外资撤离的情况，光是今年7月份，外资就减持了约40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，这还是官方数据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麦格理集团分析师估计，仅从2022年开始，出口商和跨国公司就已经囤积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汇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大家都在准备跑路啊！就像看到森林要着火了，小动物们都在偷偷囤粮食，准备跑路一样。这些有眼光的企业和投资者早就看出来中国经济要出大事了，但他们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？说白了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人民币贬值了，就让国有银行去维稳；外资要跑，就设置各种限制；房地产要崩，就喊几句房住不炒的口号。讽刺的是，这些措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，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。就拿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吧，有消息称，国内的纳斯达克 ETF 已经被限购了。这不是典型的赌不如输吗？你越是限制，人家越想跑，最后只会加速资金外逃。所以未来会怎么样？我给大家一个时间表，2025年人民币很可能跌破 7.5， 到2028年破8不是梦。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，如果川普真的对中国加征 60% 的关税，那这个进程可能会大大提前。记住一句话，当政府告诉你一切都很好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问题最严重的时候。现在不少专家都在喊经济见底了，复苏在即了，但数据会说话，真相不会说谎。而这个真相恐怕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。说起维护汇率，中国央妈也是操碎了心。1月3号那天就上演了一出好戏。当人民币跌到 7.3 的时候，国有银行突然暂停了抛售美元，结果倒好，这一招不但没稳住汇率，反而引发更多投资者恐慌性抛售，最后不得不在 7.31 附近重新入场救市，这不是典型的东边不亮西边亮吗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2024年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贬值 2.8%， 而且是连续第3年下跌。按照摩根斯丹利的测算，到2025年1季度 7.4 这道防线很可能也会失守。说白了，央行现在就像是在打消耗战，可问题是，这种消耗战能打多久呢？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过去2年，央行每年要消耗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维稳汇率，而 7.3 到 7.35 就是他们设定的红线。现在这条红线已经被突破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让我给大家画个路线图。第一道关口是 7.35， 一旦突破，会快速冲向 7.5。第二道关口是 7.8， 第三道关口在8到 8.1 之间。有意思的是，在2013年的时候，外汇占款在央行总资产中的占比高达 83.3%。说人话就是，那时候的基础货币基本都是靠出口赚来的真金白银做支撑的。可现在呢，央行只能靠印钞票来维持，
这不就是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我听说中国高层已经在考虑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知道，川普上台后肯定会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但这种以贬促稳的策略，说白了就是在饮鸩止渴。彭博社的数据显示，中国主权债券收益率已经跌到历史新低，股市更是惨不忍睹，又跌回到去年9月的水平。这说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已经跌到谷底了。而2024年11月发生的那场史上最大规模资金外逃，更是给市场敲响了警钟。有专家说得好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生病的人，明明发着高烧，却不愿意吃药，还天天说自己没事。市场人都不傻，你说一切正常，人家转头就跑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最近中国的金融大佬们特别喜欢开新闻发布会，天天喊话形势一片大好，经济稳中向好。可问题是，市场根本不买账，每开一次新闻发布会，市场就跌一次，这是不是很讽刺？讲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当一个政府天天都在强调自己多么厉害的时候，往往就是他最无能的时候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领导人整天喊着东升西降，可人民币汇率和股市偏偏就是往西边降。所以接下来怎么走？我给大家3个预判。第一，短期内7.4是必破的，就看破得快还是慢。第二，如果川普真的加征60%关税，8.0的汇率我们提前可能就能见到。第三，明年1季度会是关键时期，因为那时候不仅有关税威胁，还有春节后的资金外流压力。最后说一句，这些年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玩了太多花样，就像在跳钢丝，看起来很惊险刺激。但大家别忘了，走钢丝的人最后都会掉下来，区别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2025年或许就是见证这一切的时刻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